卢婉仪和男友程伟正在感谢为他们牵桥搭线的媒人刘美玲，然而卢婉仪却没有察觉到程伟和刘美玲之间微妙的眼神交流，更想不到两人竟共同隐藏着一个不可告人的秘密。原来程伟一直在假扮卢婉仪的如意郎君，实际上他早已有了家庭。而令人咂舌的是，妻子正是眼前帮他牵线搭桥的刘美玲，妻子竟主动给丈夫找情人，这听上去显然是无比荒谬。可这竟是刘美玲深思熟虑后做出的决定。原来刘美玲婚后被检查出患有不育症，为了避免被婆婆扫地出门，刘美玲和程伟合计之下，决定找人借腹生子，而卢婉仪便成为了他们的目标。一段时间下来，计划执行的也十分顺利，程伟和刘美玲没有露出任何破绽。可就在他们以为成功在望之时，一连串的意外却让这个计划演变成了悲剧。刘美玲的母亲一直对女儿的想法持反对态度，如果到时卢婉仪真的生下孩子，程伟难保不会变心，抛下刘美玲这个原配去和别人过日子。可刘美玲却是一副泰然自若的模样，她坚信世界上的一切都是可以操控和计算的，计划的每一步都尽在她掌握之中。况且这件事的主要执行者就是程伟，两个人是一条绳上的蚂蚱，程伟是断然不敢违抗他的。为了保证计划的顺利执行，刘美玲事前就接近了卢婉仪，并一步步成为了卢婉仪的知心大姐和人生导师。卢婉仪对她是100%信任，就连妇科检查也让她陪同前往。现在自己已经占尽天时地利人和，绝无失手的可能。看着女儿胸有成竹的样子，母亲却始终忧心忡忡，但又无可奈何。然而刘美玲万万没有想到，这个看似天衣无缝的计划，竟会将她一步步推向深渊地狱。为了让两人的感情能进一步升温，刘美玲可谓是煞费苦心。她知道卢婉仪没谈过恋爱，对爱情充满了幻想，于是便给自己的丈夫支招，要想抓住卢婉仪的心，就要在她生日这天准备一个烛光晚餐和一份饱含惊喜的礼物。然而程伟却是万分不情愿，因为今天是他和刘美玲的结婚周年纪念日，可妻子却催促他去和其他女人约会，这让程伟的心里很不是滋味。安排好丈夫的约会事宜后，刘美玲则悠哉地回到家中，可刚进家门就遭到了婆婆的冷眼相待。程母一直嫌弃儿媳没能给她生个孙子，因此婆媳间的关系一直十分紧张。如今借腹生子的计划进行得如此顺利，刘美玲终于忍不住开始回击婆婆，称今天去了趟医院，医生说之前是误诊，她的身体没有任何异常，过不了多久就会有孩子了。程母狐疑地看着刘美玲，一时竟无法判断她话中的真假。而按计划，程伟帮卢婉仪租了间新房，刘美玲便鼓动卢婉仪和程伟同居。她甚至已经计算好，这几天刚好是卢婉仪的排卵期，程伟现在出手的话，绝对会让卢婉仪怀孕。结果真的如刘美玲所料，同居的第2个月，卢婉仪就怀上了。得知自己怀孕，卢婉仪顿时心慌不已，认为未婚先孕是件十分丢人的事，便想在肚子变大之前举行婚礼。可程伟却说不想这么早结婚。卢婉仪瞬间大为光火，以为程伟是不愿意承担责任。刘美玲则立马从中劝和，说两人真心相爱才是最重要的，现在匆忙办婚礼肯定也办不好，不如等生完孩子再做详细打算。眼下两人就先请同事朋友吃个饭，告诉众人他们结婚了，只是现在没钱，等手头宽裕了再补办一场盛大的婚礼，这样面子和里子就都有了。在程伟的附和下，卢婉仪这才稳住了情绪，夫妻俩借腹生子的计划就此有了突破性进展。刘美玲在婆婆面前也越来越有底气，当程母再次嫌弃她在家中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时候，刘美玲马上摆出一副不屑的神色，谎称自己已经怀孕50多天了，医生让她多多休息。程母闻言瞬间转嗔为喜，以为自己多年以来的愿望终于要实现了。可程伟却马上从厨房里走了出来，责怪刘美玲对母亲的态度有所不妥。刘美玲也很不服气，觉得是婆婆过分在先，平日里总是对她百般刁难。就在两人争执之时，程伟接到了卢婉仪打来的电话，没说两句，程伟静倏地站起，心急火燎的就打算出门。刘美玲心里一紧，以为胎儿出问题了，可询问之下才得知，只是卢婉仪在厨房里不小心划破了手。刘美玲不明白丈夫为何会如此慌张，程伟则斥责她冷血。刘美玲顿时气不打一处来，她渐渐发现丈夫对卢婉仪越来越关心，不只是担心肚子里的孩子那么简单，担心丈夫针对卢婉仪动心。刘美玲决定拿出早就准备好的应急对策。程伟万万想不到，一场狂风暴雨已经悄然来袭。
这天，卢婉仪愤怒地将一张表甩在了程伟的面前，这是程伟以前申请加入车友会时填写的表格，上面分明写着程伟已婚，并且日期还是在两人认识之前。程伟顿时慌了神，支吾着谎称当时是随便乱填的。可卢婉仪却不肯相信，认定程伟是在欺骗她。而就在程伟焦头烂额的时候，刘美玲敲开了房门，在得知详情后，马上帮程伟打起了圆场，证实程伟确实只是胡乱填写的，让卢婉仪不要因为这种小事而疑神疑鬼。好说歹说之下，卢婉仪才放下了戒心。刘美玲则别有深意地瞪了程伟一眼，程伟这才意识到，这场看似偶然的意外，实际上是妻子刻意安排的。刘美玲也毫不隐瞒，称这么做是为了警告程伟，让他不要对错误的人动情，自己才是他的合法妻子。为了防止程伟变心，刘美玲甚至事先录下了他和程伟设计这个借腹生子计划的所有交谈内容。如若被逼急了，他随时都会把程伟的秘密抖露出来。不仅如此，程伟和卢婉仪以夫妻的名义在外面请人吃饭，刘美玲完全可以以重婚罪控告程伟，到时程伟将难逃牢狱之灾。程伟闻言顿时气得浑身发抖，他这才意识到，原来一切全都在妻子的算计之中，自己仿佛成了任人摆布的提线木偶。刘美玲原本只是想警告一下程伟，却没想到这下却彻底激怒了丈夫，而事情也就此渐渐失去了控制。程伟一怒之下，竟将借腹生子的计划告诉了母亲。程母原本就对精于算计的刘美玲颇为不满，认为她太功利太算计，不适合与程伟一起过日子。现在得知了来龙去脉后，就更坚定了让刘美玲和程伟离婚的想法。她开诚布公地表示，程伟夫妻俩的财产90%都是程伟的，房子和车都是程母在婚后送给儿子的。从法律上来讲，刘美玲一点份都没有。但如果刘美玲肯乖乖答应协议离婚，那或许还有机会分到一半的财产。可刘美玲听后却恨得咬牙切齿，她绝对不会让程母如愿以偿，更不会让卢婉仪取代她在家中的地位。而刘美玲接下来的举动彻底超出了程伟的想象。刘美玲来到卢婉仪的住处后，竟发现对方正在收拾行李。原来是程伟担心刘美玲惹出事端，于是决定带卢婉仪换个地方养胎。可刘美玲拿过信息一看，竟发现卢婉仪的新住所就是程伟母亲名下的房产。卢婉仪闻言纳闷不已，当初谈恋爱时，程伟说他没有父母，也没有任何兄弟姐妹，怎么现在突然冒出一个母亲？刘美玲闻言并没有给予回答。知道程伟母子有心要撇下他，刘美玲的脑海已经被一个无比狠毒的想法侵蚀。她很快给在忙碌的卢婉仪递上了一杯水。卢婉仪没有丝毫防备，一饮而尽，全然没想到这杯水已经被动了手脚。随后刘美玲假装好意搀扶卢婉仪，可又趁其不备用椅子绊倒了对方。卢婉仪艰难地直起身来，全然没意识到刚才那下是刘美玲故意为之。她想让刘美玲扶她起来，可刘美玲却突然收起一直挂在脸上的笑容，取而代之的是一副冷酷无情的面孔。这时程伟匆匆赶到，见此光景，他慌忙上前扶起卢婉仪，转头便将怒火对准了刘美玲。卢婉仪不可思议地看着眼前的刘美玲，仿佛是在看一个陌生人，而刘美玲则一不做二不休，将事情的真相全部说了出来。她和程伟才是真正的夫妻，卢婉仪不过是他们借腹生子的工具而已。只是她没想到，程伟居然对工具动了真情。说罢，刘美玲掏出了随身携带的身份证和户口簿。程伟想伸手阻止，可却为时已晚。卢婉仪翻开掉落在的结婚证，赫然发现程伟和刘美玲结婚已有5年，户口簿上也写着程伟一家人的名字。卢婉仪这才意识到，从头到尾自己都深陷在一个精心编造的谎言之中，她无法接受这一切，情绪开始失控。可刘美玲却仍没有停下口中的谩骂。程伟忍无可忍，用一个沉重的耳光将其扇倒，紧跟着又向卢婉仪解释，可意外却又接踵而至。卢婉仪的腹部突然传来一阵剧痛，鲜血更是从她的身体里缓缓淌出，两人一时之间傻了眼。可一旁的刘美玲却纵声大笑，原来她竟然在刚才的那杯水里加了堕胎药。卢婉仪肚子里的孩子8成是保不住了，她想看看没了这个孩子，程伟是否还会对卢婉仪有感觉。程伟顿时气得说不出话来，然而更让他绝望的还在后头。程伟准备拨打急救电话，不料刘美玲事先在他的手机里安装了一个软件，现在他的手机暂时是打不开了，而卢婉仪的手机也早被刘美玲扔进了马桶里。
程伟只能向左邻右舍求救。然而现在正是上班时间，无论怎么敲门都没人应答。医院远在千里之外，现在又是高峰期，打车困难不说，拥堵的交通也是一大难题。就算程伟成功拨打求救电话，鲍卢婉仪下楼和救护车抵达的时间加起来至少也要30分钟，已经足够堕胎药彻底发挥药效了。这一切竟都在刘美玲的算计之中，她是彻底要将两人赶尽杀绝。程伟一度陷入崩溃之中，但还是咬着牙将卢婉仪送去了医院。遗憾的是，因为耽搁时间太久，卢婉仪肚里的孩子最终没能保住。悲愤交加的卢婉仪毫不犹豫地报了警。程伟是赔了夫人又折兵。刘美玲尽管即将面临牢狱之灾，可却仍是一副不知悔改的表情。在他看来，事情发展到这般田地，都是程伟应得的报应。枉费他爱了程伟这么多年，可程伟却怒斥刘美玲爱的只是他自己。他机关算尽搞出这么多事来，为的只是在婆婆面前争回一口气。刘美玲闻言瞬间哑然失语，似乎被刺到了痛处。如今夫妻俩缘分已尽，离婚成了两人唯一的选择。刘美玲的母亲声泪俱下，叹息女儿总想着操纵和利用别人，可到头来却连自己的命运都无法掌控。好了，本期内容就到这里，喜欢的欢迎长按点赞加关注，我们下期再见。